奇葩说是一个做给年轻人看的节目，所以我们讨论年轻人的价值观。我们不讨论1960年代末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社会气氛啊，因为我必须要跟你讲，就是1960年的时候没有网络，所以那时候大家都穷，那时候并不觉得穷是一个障碍，是一个巨大的压迫。可是现在的小朋友活在一个叫王思聪为我的老公的时代，王思聪是如何成为全民老公的？因为他们家那么有钱，哈，所以当你们在叫王思聪全民老公的时候，却要摆出另外一副面孔说钱没有爱重要的时候，我觉得很尴尬，就这太为难我们这些看奇葩说的90后、00后的这些小朋友了啊。所以我要先讲一个我的体会，就是我在网络上写了这么多的文字，每一次我一讲到说金钱对人生有一定的程度的重要的时候，它的认可度跟转发量一定非常低。可是我一讲到跟浪漫、跟爱、跟理想有关的文章的时候，转发就非常高。人对于金钱，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跟环境里面，我们感受到了金钱巨大的压迫力，可是我们不想讲这件事。我们假装我们不被金钱所操控，可是其实我们被金钱所操控。所有的父母亲他们在存什么东西？他们在存叫做教育基金。干嘛存教育基金？因为让小孩受教育，他们要存一笔钱。你有听过父母亲存爱的吗？父母亲不用存爱，因为爱本来就在那里。所以刚才这一对一直在讲爱超越金钱之上，这是不用讨论的事情。爸爸妈妈对孩子本来就有爱，没有爸爸妈妈为了养孩子先存好一银行的爱去准备养孩子的。存教育基金就是为了这个基金是为了养孩子要用的。如果还有一个诚实的节目，那就是我对于奇葩说的期待。奇葩说是一个诚实的节目，如果连奇葩说都堕落到说我们爱钱，我们却假装我们不爱钱，那我们就在世界上找不到别的节目能够说实话了。马薇薇，我跟你讲，你把事情扯到优生学去。我如果是爸爸，我今天在胎儿时期知道我的孩子有水脑症，有不能行动的瘫痪症，你问我要不要让他生下来，我站在不要优生学立场，我必须要支持说我们应该让他生出来。可是天知道天下父母心，没有一个爸爸妈妈会忍心让孩子到世界上来受这样子的苦。你说莫扎特、梵高，那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天才。我作为一个人类，我非常高兴历史上有过梵高，有过莫扎特。可是如果我是爸爸，我真的不忍心我的孩子是梵高跟莫扎特。我不要我的孩子那么小4岁就到宫廷里面去弹钢琴，然后被那些国王吓到发抖。这个不是一个爸爸妈妈想要的态度，所以爱是不用谈的，爱在那边。我们谈的是金钱，我们爸爸妈妈能够唯一做的准备是金钱的准备，这就是我方今天的立场。好了，来，我们留给金姐。我觉得其实我们辩论了半天，关键是你这个标准在什么地方。拿我个人来讲，当我收养我孩子的时候，我没有钱，我也没准备。当这个生命敲门的时候，我不能拒绝生命，我就开始了。然后我能走到今天为止，完全这个3个生命给我的一切的动力。我应该给我孩子送什么样学校，什么样学校，他穿什么衣服，吃什么，穿什么，是你们大人的一个标准。孩子的快乐，我觉得还是你对他有多大的关注。那个潇潇说，那个一个少女以前可以花很多钱买裙，现在买了个锅，但你知道吗？那个幸福感。他认可不买10条裙，他买锅的时候那个幸福感啊，是完全是不一样。他那个幸福感是由于孩子给带来的。陈明，你的幸福感，女儿给你和你太太带来的幸福，远远超过你对抱怨几个小时喂奶，你心甘情愿的，心甘情愿的。人丁兴旺啊，看那个幸福感呢，大家觉得都值了。我们现在没钱，我们全家人都是值的。说这个幸福感，我觉得这是拿钱任何衡量不了的。我赞同奇葩说应该说实话，给很多年轻人说的，你有钱你再生孩子，你有个很好的保障以后。但是世间事情变幻莫测，你今天可能有钱，现在有生孩子了，可能这个孩子生完了以后过来你破产，什么都没有了，那个时候怎么办呢？你面临一个新的话题。所以说生孩子随缘吧。而且我还回到我那个观点上讲，当你有孩子的时候赶紧要，用你的能力去爱他，给他一个生活环境。等你有了钱想要孩子，老天爷不给你的时候，哭着喊着又那个管儿又这个管儿，这个也是事实，还真是。对，多少有钱人现在哭着喊着要想又借腹生子的多少啊！你能生的时候你干嘛？你只有一个生育功能时候你不生，啊，那是光挣钱了。哇，等你都有了钱了，功能全衰退了，完接着别人的肚子生孩子有毛病啊你！
节目现在太火，有很多赞助商进来，实在没有地方插广告了，他们把开场话题给卖掉了，你知道吗？对，今天我们的开场话题是从几张照片开始的，来天哪看看第一张。哇哦，好嫩哦，左边的很像罗志祥哎，那个眼睛多有内容啊！你看那眼睛，对，像陈思像诚。陈思诚你们真的左边这张罗志祥很像他，陈思诚也很像他，张国荣也有点像左边这张照片啊。把这个陈年旧照拿出来做什么？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是先解释一下，这个照片是什么时候照的？左边呢是我在念大学的时候照的，然后当时为了怕别人不知道我会写东西，在口袋插了3支原子笔。然后右边呢是我去美国学拍电影的时候照的，怕别人不知道我会拍电影，所以把摄影机扛在肩膀上。其实迈出去那个话题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回到20岁啊，就这个时候吧，你会干什么？还是干这件事啊？就是还是一边你看我20插着圆珠岁的时候，你笔，不觉得我过得挺开心的吗？就还是要一样对自己充满信心啊，会写就要标榜出来，会拍也要标榜出来才行啊。而且呢，我现在对谈我自己的照片没有那么迫切，因为我很迫切要看到你们其他人20岁的时候长什么样。来，我们看看下一张照片啊。这太值得娃了。这个是我儿子舅。这个时候真是20岁，这是我在广东舞蹈学学现在就要去美国留学之前拍的，啊，挺酷的吧？很酷。对呀。 20岁，刚才问那个问题，如果回到20岁的话，这个时候我应该想办法跟女孩子谈个恋爱。那时候没谈吗？我从来没跟女孩谈过恋爱。网上有帮傻波一们说啊，金老师什么跟女孩子谈恋爱怎么，我从来没有过的。因为这时候我特别清楚，我要谈恋爱，我只能跟男人谈恋爱，但那时候谈恋爱不方便。如果再回到这时候，我估计我该走哪条路还走哪条路。但我不后悔，因为我觉得这条路真是太精彩了。真是老天爷帮你设计特别好，我都没想到我会走成这个样子，就是人算不如天算。我们从网上搜了一张柳岩小姐20岁时候的照片。先把你的拿出来啊，你的呢？我的那个屏幕放不下。柳岩还有这种时候呢？这是16、17岁的时候，那时候在广东读书，那是上学是吧？上学。这说起来已经30年前的事了。是不是每次到食堂吃饭的时候，给你盛菜盛特别多吧？完了盛菜的时候就盯着你的胸给你盛这样。那个时候明显吗？现在明显吗？我觉得你们真是没见过什么。你见过？好，那么就到这儿吧，来吧，咱们这个环节就不可以到这儿，下一张。还有一个照，哎，什么？我真的这不是20岁吧？这是你昨天拍的吧？变化不大哎。我真的欲哭无泪，我跟你说。马东这张照片看的感觉你身体里揣了一个熨斗的感觉，一个褶都没有，光溜溜的哈。我觉得像哆啦 A 梦的感觉。我那个时候比现在重30斤啊，那个时候比我巅峰的时候轻20斤啊？所以你巅峰的时候比现在重50斤的意思。对，你干嘛不这样讲呢？你还要我加？我考一考算术。所以其实如果我要回到20岁的话，我会饿着自己。我真的，我那时候对吃简直是痴迷。在那之后，我才发现世界上其实还有更好的东西可以去痴迷，不必集中在吃这件事。我觉得你应该指这个，对，这个出钱。不是，我就说我要是20岁，我就每天1盒古力多燕麦牛奶，扛饿扛到今天。马薇薇20岁的时候呢？我希望我到20岁的时候呢，去，上一届冠军怎么那么讨人对厌呀？
说到了我们感谢我们赞助商的时候了，非常感谢有钱有势、有型有款、有胸有腿不如有范儿的时尚 APP 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当然，我们要再次感谢啊，这个国际抗饿大品牌古力多燕麦牛奶赞助我们。今天开始其实已经度过了淘汰赛了，所以场上16位选手分批上来进行 PK， 所以大家好自为之。来，我们看一看今天第一个辩题是什么。没钱要不要生孩子？在中国养个孩子到底要花多少银子？据不科学统计，在北京生个娃，普普通通的养到18岁，成本276万，这还不包括进口奶粉、高级尿不湿、亲子班、择校费、零食旅行、吃药看病。一对月薪不到2万的小夫妻，不吃不喝存上15年才够养个孩子。如果说70后生的孩子是计划生育限量版，那80后的孩子就成了计划经济奢侈品。厚厚的账单让现在的年轻人谈孩色变，青春还没开始就已经被房贷、车贷和熊孩子给透支没了。不少人不约而同的选择没钱不生，也有人认为土豪的童年也未必是快乐的童年，进口奶粉未必能吃出个本土天才。压力不是借口，50、60、70后哪一代不是从压力中走过来的？没钱就不能生，不过是一群逃避责任的人打着哭穷的旗号，让不生孩子瞬间高尚起来。与其说你压力大，还不如说你根本就是个怂包。那么没钱到底要不要生孩子呢？没钱要不要生孩子？必须生啊！那还用说吗？你生孩子的时候有钱吗？他有很多这方面的心得，我觉得这是他的优势，同样也是他的劣势。对啊，这次的赛制特别别致，特别逗，你知道吗？还加了一个奇袭的环节。听说了哈。别提了，这赛制可烦了。你说那个陈永开吧，虽然是辩手，但是我接触了一下，就是八竿子打不出个屁来。谁说我们？好几个人都说你们。我们真的闷。欢迎收看由有钱有势又有范儿的有范儿 APP 冠名播出的《奇葩说》。本节目由国际抗饿大品牌古力多燕麦牛奶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选手服装由有范儿 APP 提供。没钱要不要生孩子？虽然这话题看起来沉重，但其实它是每一个人真正决定要孩子之前，都会去先把自己的卡数一数。然后把自己的家庭规划、把自己的投资的收益，所有东西都要算一遍，所以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双方按照自由意志选择了红蓝两方。我们2位导师，没钱要不要生孩子？肯定要生的，生孩子跟孩子跟钱有什么关系啊？我觉得生孩子是一个激情下的产物，哈，不是计划性产物。你是从技术上去解释这件事情，我们是从经济学上去考虑没钱要不要生孩子。蔡团长，没钱要不要生孩子？啊，我当然是在金星的对面了，所以就没钱就不要生了。最后要问一问我身边的女神，我立场就是要生。要不要生孩子跟钱有没有关系？其实金星老师是有关系的，只是它不是决定性的关系。对了，没钱也要生，没钱也要生。是你们那边的是吧？对。好，我们现场100位观众，手中红蓝剑，红剑代表没钱要生，蓝剑代表没钱不要生，请大家选择立场。比赛进入第2阶段，16名奇葩任意组合大混战，双方胜负仍由观众跑票数量决定。比赛结束时，团长从胜出一方选出1名最讨人喜欢的奇葩，授予本场 BB King 称号。失败的一方将面对精神和肉体的残酷惩罚。累计获得 BB King 次数最多的奇葩进入决赛。3、2、1。那我们是从正方少数支持派开始，大兵开始。哎呀，没钱要不要生孩子？我觉得问这话的人就应该把你重新塞回到你妈的肚子里。啊，赞成没钱不能生孩子的朋友，我想问一下，你们都合计啥呢啊？你们都是富二代呀？你们生的时候家里都贼有钱呗啊？没钱不能生孩子，我觉得这句话你就等于消灭了一代人呐！啊，这是一个多么浩大的工程，还整什么计划生育？直接就问你有没有钱，问你有没有钱，没钱你不能生孩子，我告诉你啊！哎，那是一个没钱结扎版的方式，是吧？那很多人说了，说这个大兵哥，我觉得生孩子是一件特别痛苦、特别难的过程啊。那是吗？生孩子是什么？我觉得生孩子就是一个捎带脚的过程。你生过？
对呀，捎带脚就生了嘛，跟什么有关系？跟荷尔蒙有关系，对不对？跟基因有关系。但是我生的孩子是跟我特别相信我在关键时刻能刹住车有关系，跟有没有钱有什么关系？啊，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关键时刻能刹住车？就是因为关键时刻我没刹住车，所以我就有孩子了嘛，是这么回事。哦，明白了，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你的2个孩子是车祸的产物？我还没说完，别着急。我身边没有一个人说等我有1000万了，我再生孩子。去等你有1000万的时候，你媳妇都来3遍更年期了，你都快挂墙上了，你跟谁生孩子去？还有人说了啊，说我没有钱，我生出来的孩子。跟我遭罪，跟我受苦，我用不起澳洲奶粉，我使不起日本的尿不湿，我用不着美国的吸奶器，我不能让他上英法双语幼儿园。朋友，我想问一下，你是养孩子呢，还是养八国联军呢？大伙儿都知道啊，人奶的营养是要比奶粉高出10000倍的。朋友们，你喝过？我喝过呀，我尝过，亲自尝过。那么。现在，朋友，你的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努力的攒钱去买澳洲奶粉，你是努力减肥，别减大发了，把你那奶给憋回去了。所以我认为没钱要生孩子，对自己、对家庭、对孩子都是好事。老爷们儿可以努力出去挣钱，老娘们儿别出去败家去了，好好的2个人一起努力，形成一股劲儿。孩子也认为自己我要努力，以后我才能有出息。那么一个有爱、有温暖的家庭，是要比一个光有钱而天天冷战的家庭好出10000倍。所以朋友们，炎炎夏日无心睡眠，今天晚上你们就回去跟自己的媳妇儿来一发，别控制，奔着中标去吧。谢谢。你知道今天晚上要出了事儿，有多少得算你账上？大兵刚刚说他是刹车没有刹住才生的嘛？对，所以表示说他如果刹得住的话，他也是要等到有钱才生儿子吧？当时是这样啊。所以你好啦，我已是，经讲完了，你不能再讲了。所以你是刹车片出了问题。不是，我压根儿就没有刹车呀。哎，他拉来好多票啊！啊，对，73比27，好吧？天哪！反方。其实很多没钱的父母，他们打算生孩子的时候，他们都会拿一个理由过来安慰自己。他们会觉得说，是啊，有钱的父母可以给孩子非常丰富的物质生活。我没钱，我给不了他物质，但是没关系，我可以给他浓浓的爱呀，我可以给他满满的幸福感。不好意思，这只是你们的幻想，拜托从你们的幻想中走出来。我今天就告诉你们，你没钱，你给不了你孩子钱，你也给不了他爱。不是你不想爱，是因为你爱不起。怎么说呢？首先，你根本都没有时间去爱他。你想想看，你养活自己都困难了，你现在还要去养活一个孩子。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外面更加拼命努力的去赚钱去工作，你日夜奔波，你天天加班，你没有周末，你根本都没有时间去陪伴你的孩子呀，所以你没有时间去爱你的孩子。有钱人他们也没有时间，但是他们却有资本让自己停下来，因为他们停下来他们又饿不死，反正他们有钱呢。但是没钱的人就像上了发条一样，他一刻都不敢停，他只要停下来，他孩子下一个月的奶粉钱就见不到了，是不是陈明老师？是。所以说你根本没有时间去爱，除了没有时间之外，你还没有心情去爱。你们可以想一想，你在外面已经忙成狗了，你大汗淋漓在外面四处奔波，很晚的时候回家，你只想好好的在家睡一觉休息一下的时候，你发现你孩子把家里弄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你真的是气不打一处来，你根本没有那个心情去宽容他，去给他爱的教育，你只会觉得说，老娘在外面那么辛苦的赚钱养活你，你就拿这个来迎接我吗？你能不能早点懂事？你能不能不要让爸爸妈妈操心？你知不知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所以你根本没有心情去爱他，所以这样家里的气氛就很诡异，你知道吗？而孩子是最敏感的，他能体会到自己家庭的氛围是那么的尴尬，那么的有压力。如是，他跟郭敬明是同学吗？为什么他跟郭敬明是同学？你是生活在《小时代》里头吗？哪跟哪儿啊这？这可能刚好说明了
郭敬明受到这么多人欢迎的原因，就是他们分享一个时代的价值啊。不是他那种好像是说有钱就给爱，没钱就不能干。那咱们中国这些农民大波大白们都怎么？只是给爱的方式、给爱的时间和精力比较的累嘛。所以小朋友可能觉得收到的爱的品质不是他期待的那个品质，就。哦，他们生活在电影画面里头，所以说我说生活在《小时代》里面嘛。如如选择了一个特别艰难的一个开始，因为他直接就把爱这个事儿，对，反正迟早得对付这件事情，就对付吧。好了，没关系，勇敢一点。因为很多没钱的父母经常对孩子说2句话，你们可能会觉得听了非常的耳熟，就是。虽然爸爸没钱，但是宝贝儿你不用担心，我们砸锅卖铁都会把你培养成才。或者有父母也会说，你爸这辈子是没希望了，但是我们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了。我就想说，活该你一辈子没钱，你把什么希望都寄托在别人的身上，连你的亲生骨肉你都不放过，你还是人吗？你在生孩子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自知之明，人又不是动物，你发情了就交配，交配了就生产，这是典型的不负责任。谢谢。人不是动物，你听到没有？我正在努力从动物变成人。听了如如这番话，我进化就会快一点。没有如这边好多漏洞哎。养一个孩子跟你有多富足东西没什么太大关系。现在咱们中国人知道尿不湿了，对吧？以前不就是养孩子不就是扯块布旧衣服，或者尿介子，对吧？天天洗尿介子呗，那一样把孩子养大了呀。而你的言行恰恰给孩子做出很好的榜样。哎呀，我父母这么辛苦的工作是为了我们，你都不用告诉他。这种言传身教，永比说的我有钱，我陪你玩这个，咱们去玩登山，玩草地，那是电影画面。好，第2位是谁？永开，你请。他们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就是如果你有钱的话呢，那你就对孩子比较负责；你没钱的话呢，你就没有心情去爱了孩子。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了：你说生孩子的时候有钱，那万一生孩子过了不久以后没钱怎么办？像我爸生我的时候，其实我家还算是一个小康之家，然后生了不久之后，我爸生意失败了。按照你这个逻辑，我爸这个时候没有时间去爱我，也没有心情去爱我，他是应该把我塞回去我妈妈肚子里。而且我家有3兄弟，塞3个。你又是从技术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的，你知道吗？因为照算命的说法，你就是克父母啊。好了，就按照这个观点走下去，其实是很可怕，特别是金融风暴来临的时候，每个有钱人都赶着回家干嘛？塞孩子。结果人生就是怎么样，生了又塞，生了又塞，你烦不烦啊？你爸不累，你妈都累吧？那个叫召回，你知道吗？所有轮胎质量不过关都召回。因为我想说的东西很简单。人生本来就是有时有钱，有时没钱，这种东西不由得你控制。如果你要算到自己可以确保自己一辈子有钱，你还生孩子的话，坦白说，大家都过去做结扎手术吧，比较快。所以第2点，其实坦白说，我很欣赏他想要尽可能给多一点时间去爱孩子，你这种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我很好奇的是，为什么有钱人家的孩子就必然比较快乐，那没钱人家的孩子就必然比较不快乐？像我自己，我家有钱的时候，我有玩 PS3的快乐；那没有钱的时候，我去隔壁小孩的家可以玩 PS4啊。那就是隔壁的爸爸妈妈有钱，才给他小孩买了 PS4。没关系，隔壁家的小孩们在上小提琴课，所以他们的 PS4都空着给我玩。所以你爸爸破产是被隔壁害的，是吗？有可能。对。然后而且就是有钱的时候，可能家里请家教，那家教也挺帅的，我也很快乐。可如果没钱的话，不用上补习班，更快乐呀。家教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家教挺……他说他家教很帅，所以他很快乐，是吗？这跟爸妈有什么关系啊？反正都快乐。不，有的时候家教很好看，是你爸爸快乐。你继续，我们绝不再打断你了。哎，所以孩子本来就是一个懂得自己找乐子的一种奇妙生物，在富的时候他有办法快乐，在穷的时候他也总有办法找出快乐。各位父母，你们真的不用担那么多的心。坦白说，你问我穷的时候我有没有失落过，有没有伤心过，有没有难过过，绝对有。可是我的伤心跟难过从来都不是源自于我家里没钱，而是我父母因为家里没钱，觉得亏欠了我。我妈有一次她加班，因为担心我们3兄弟不够钱花，也是加班到累瘫了。然后结果进了手术室，手术结束以后，她第一件事情做什么？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永开，对不起，就下个月的那个零用钱可能会给少一点。”真的很对不起。
当时我心情是很沉重的，就你妈，你给我一条命，已经对我是莫大的恩赐了，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呢？为什么一个父母会仅仅因为自己家里没有钱，自己暂时时运不好，结果就亏欠了孩子呢？为什么你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孩子从来都不介意家里有没有钱，孩子介意是父母到底开不开心。对，好的。如果父母不开心，就算家里再有钱，我也不开心。可是如果父母可以开开心心的每一天，我家里再没钱，我也可以活得很开心。所以在这里，我要向电脑前，你接哪里？电脑前的妈妈说一句话，就我知道家里现在可能很困苦，然后这困难可能要过一段时间，但是请你相信我，我活到这把年纪了，我可以自己养活我自己。那我对你的爱从来都不会因为家里的钱减少而因此而减少。我爱你，谢谢。哦，齐溪。新赛制，奇袭。奇袭为1v1单挑环节，当一方奇葩对另一方发言忍无可忍时，可选择发动奇袭。每场比赛每队各有1次机会发动奇袭。我在20多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去了武汉市的一家孤儿院，我想去收养一个孤儿。然后孤儿院的老板衡量了我家庭的经济情况之后，说不好意思，你不能来收养我们这里的孩子，因为你的财务状况没有达到国家法定的最低标准。我想请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孤儿院宁愿那个孩子没有爹，也不愿意让没钱的我去当爹？为什么？我不懂他们的考量是什么，可是我想今天的辩题是没钱要不要生孩子，而不是没钱要不要收养孩子。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的孤儿院在孩子收养和领养的过程当中都有鲜明的财务状况调查，而且在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都有法律的规定。你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各国都有这样一个规定？就是如果你钱不够的话，甚至领养一个都不允许，为什么？我可以给你一个答案，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生孩子，大家都会认为生的儿子父母都很容易比较爱，所以因此他们不介意你有没有钱。可是收养孤儿的话，因为你本身不是你亲生儿子嘛，所以他们才要衡量你经济状况。给个基本的说得很好，这个点好锐啊！说得很好，他告诉了我们在养一个孩子当中财务状况的重要性，这点你听不出来吗？收养孩子和生孩子的区别听得出来吗？如果可以选的话，你是希望在你人生当中没有钱的那个阶段生孩子吗？还是有钱的那个阶段生孩子？我会在我最爱他的时候生。是哪一个阶段？最爱他。最爱他是哪一个？是比较偏没有钱。我有可能在有钱的时候爱我孩子，也可能在没钱的时候爱我孩子吗？你干嘛要强迫我呢？没有，你一直站在一个孩童的视角在看这个世界，它很美好。但是我相信时间会给你答案，因为你刚才所有的想法，其实我20多岁的时候也有过，但没有关系了。我觉得此论目的达到。好，奇袭结束，谢谢两位请坐。非常好的抵抗奇袭的方式，一再的用各种立场来扰乱发动奇袭的人。可是，在扰乱对方的时候呢，同时自己也掉进去了一个态度当中，就是只要有爱，那是最重要的价值。我们今天不是在辩论我们该在有爱的时候生孩子，还是在没有爱的时候生孩子哦。所以你也搞错辩论的题目了。这是补刀吗？当然是补刀啊。但是对方刚那个错误观念不对的，为什么？因为你是亲生父母，哪怕你没有钱，你会用你的方法，哪怕从你嘴里抠出来，从身上扒起来，你让你的孩子过得很好。但是你收养的话，你告诉我你有什么能力来养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已经受到了伤害，他出生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爱了，你标准是不一样。不，金姐，其实是这样，你刚才说的很对。其实没有钱的情况之下，抠出来、扒出来，也可以把孩子养大，对了，也可以让他过得很好。对，但是这份爱从一开始就太沉重，这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背负了很多他原本可以避开的包袱。这个话题好像貌似是从家长角度出发的，但其实更多的是针对那些准备要结婚生孩子的人的一个提前的考量。所以他其实不是面临着说你有孩子的时候你要还是不要，而是说我的人生规划里面，在我事业没有成功或者没有那么多钱的时候，我要不要生孩子？好，我们继续啊，小肖是吗？好。刚才大家说了很多孩子的感受，其实我们今天辩题是没有钱，我们要不要生孩子？就是说我们愿不愿意去当这样的父母？说实话，我不想当这样的父母。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希望选择权在我。如果我有钱的话，他到底是我给他买 PS2，还是他到隔壁家去玩 PS2？选择权在我，你懂吗？他到底生下来，他的人生是困难模式还是简单模式？那是由我来决定的，选择权在我。说实话，我不希望我的儿子有一天在电视上告诉我说：“
有一天我的爸爸含着眼泪告诉我，儿子，你下个月生活费没有了。那样实际上对我的一种折磨，原谅我的自私。永开，我觉得你很懂事，但请你原谅我的自私。如果我没有钱，我不想要孩子。刚才几位老师都说不要把爱扯进来，但说实话，你如果没有钱，支撑你陪伴一个孩子、养育一个孩子是什么？只有爱。刚才我们的汝如说到，如果你没有钱的话，你没有时间去爱你的孩子。但是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没有钱，父母的爱很容易无力。你们懂吗？我们都说爱是很牛的一个东西。尤其是父爱母爱，他陪你度过千难万险。但这个世界上有谁会像我一样爱他？没有了，只有我，因为我是他的爸爸。如果他长大了，你确定吗？我确定。可以有的，可以有的，现在可以有。OK， 发动奇袭啊！我只是说也可以是妈妈啊，这个。他一个人无性生殖啊！哎呀，慢说完啊，说完。如果我的孩子长大了跟我说，爸，我想学钢琴，那这个时候我可不可以去拜托钢琴老师？我说，老师对不起，我爱我的孩子，但是我没有钱，能不能拜托你像爱我一样爱这个孩子？你能不能不要收他的学费？如果他长大了想读名校，我没有钱，我去拜托校长，校长不好意思，我没有钱，但我爱我的孩子，你能不能像我一样也爱一下我的孩子，让他读一个书，可以吗？所以我告诉你们，如果我没钱，我生孩子，你们以为会有天使替我爱他呀？OK。我告诉大家，我一个最简单的观念，我不说什么高大上的东西。我不想生孩子，很简单，我不想因为一个孩子降低我的生活质量。虽然因为我没钱，本来就没什么质量。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大学同班同学，曾经一个女生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花枝招展，生了孩子之后，生活过得清汤寡水。有一天我陪她去商场给她的女儿买东西，她花了5000块钱给她的女儿买了一口锅。这个锅是用来干嘛的？给奶瓶消毒的啊！而这个时候，我的朋友他连一条500块钱的裙子他都舍不得买，你们知道吗？他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如果我不买这条裙子的话，一个锅盖出来了，你们懂吗？包括我妈后来看到这个女生都说：“哎呀，你看圆圆现在当妈妈了，长大了，怎么这么懂事儿啊？”我告诉大家，你们别觉得懂事儿是一个褒义词。人为什么懂事儿？是因为环境所迫，没有别的选择，他必须懂事儿。好，我年轻的时候，我没有钱，我要了一个孩子，我割舍我的一切欲望，我割舍我的社交，割舍我的朋友，我老老实实去工作，我去赚钱，我懂事儿。好，我的孩子长大了，他最好像永开一样，他懂事儿，你们懂吗？他如果像永开一样懂事儿，他不能向我提出任何我能力范围以外的要求，那他就是不懂事儿，他就是不孝。所以呢，别人一家3口是和和美美、幸福美满的一家子，我们家是无比懂事儿的一家子。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我不生孩子的原因很简单，我不希望生了一个孩子之后，他降低我的生活质量，同时我希望在他成长过程当中，我面对我的孩子，我理直气壮。就算我没有办法给他一个拼爹的资本，我也不希望他因为我只能去跟人拼命。谢谢。七夕了，哎，不是我插一句，你玩 PS2 吗？没玩过。对，我也说你肯定是没玩过。小时候喜欢踢毽子，但是从小喜欢踢毽子，现在变得这么贱是吧？这个好。他刚刚整段都讲得非常好，可是有一句话一直在我脑中回旋不去，就是他说孩子出来看到他爹长这个样子，我脑中在想说，我若生出来看到我爹是这个打扮的话 ，OK 了，不配，好吧？我希望你当爹以后还维持这个打扮的风格。哎呀，不想当爹累。你是被奇袭了是吗？啊，我奇袭他，你奇袭他。对，秋晨你请。特别简单一个问题啊，你刚才说呢，你不想生孩子，就是不想降低你自己的生活质量，对吗？好，请问你要多有钱，生了孩子之后才能完全不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很简单，就像如如说的，我不需要每天为生活所迫，我必须出门的时候，必须出门赚外快，所谓的灰色收入的时候，OK 了。
OK， 没问题，你有钱，可是你总得在家稍微陪一下他吧，不能泡吧了，不能和朋友喝酒了，你生活方式始终是要改变。所以看到吗？他是不生孩子，跟有没有钱没有关系，他就是想维持自己原来的生活状态嘛。我告诉你，很简单，为什么？就是如果我有钱，我生了孩子，我不用割舍掉我很多的欲望。比如说，我买那个锅的时候，我还可以买一条裙子，你知道吗？当然，我朋友啦，我朋友，我不需要割舍我这个欲望。你只听到我的朋友她做了一个妈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1年多以前，她没有生孩子，她还是一个少女。你让一个少女一下子割舍掉所有的欲望，不能穿高跟鞋，不能买高跟鞋，不能买裙子，其实很不人道的。好，没问题。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那个朋友自从生少女变成了一个少妇之后，她自己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她以前晒自己的自拍，对吧？还要被你们吐槽。现在她可以放心大胆的晒自己的孩子。请问他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呢？我告诉你，他现在为什么他不晒自己的自拍了？因为他连化妆品都买不起，他素颜不好意思上镜。好，没问题，没问题。我明白了啊，待会儿我接着说，好吗 ？OK。那我们就跟他说不清楚。是不是有一种秀才遇到兵的感觉？没有啊，哇，潇潇，你得到了最高的恭维，就是跟你说不清楚。不然你以为我怎么走到今天呢？我很快的问潇潇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你是想要孩子，前提下只是因为现在没钱，对吧？那比如说10年之后你还是没钱呢？那个柳岩姐是这样啊，因为就是说，如果我现在这个阶段没有钱的话，很简单，我还年轻。你觉得你未来一定会有钱，对不对？其实我现在挺有钱的，告诉你。哎呀，所以说他有钱需要孩子啊，对他这个情况不一样。我的意思是说，很多人觉得我现在没钱，但是大家年轻嘛，我坚信我10年之后、我5年之后一定有钱。可是说不定你5年、10年之后不但没钱，还比现在更穷，那你一辈子都不要孩子了。你那时候想要孩子都老了，都生不出了。我们今天这辩论题目长得很像什么题目？就是如果我们要考高考了，我们是不是等到我们书都念完了，我们再去考？理想的状态，正常的学生都会说，我希望我把书都准备好了，我功课都温习好了，我才去考高考。可是高考来了以后，我还没念完，我也得去考。所以你刚才说，万一日后也没钱，万一过了20年还是没钱，那怎么办？那就是念书没念好，功课没有准备好，可是高考的日子还是来了，他还是会去考的。所以我们今天讨论是理想的状态。可是他生不出了。真的，你等到10年、20年，长死了。真的。其实这请教一下，长死了我听不懂。就堵住了。堵住了呀。真的好多人生不出是堵住了。长死了呀。该出奶的不出奶。我发现你们2个人真的特别爱谈技术问题。那这样我就问一下，你先说哪儿堵死了？我跟你讲，真的，现在很多女生哪儿堵住了，哪儿长死了？输卵管堵住了。对呀。哦，我想多了，我想多了。我觉得自从有了奇袭这个设计之后，大家都疯了，就疯掉了啊！就这样。好，那我就承接着刚才往下说，潇潇呢有没有钱？跟他选择毫无关系，他无非就是想维持现在自己这样的生活状态。不信你问他，好，我现在就给你1000万，你生不生？要生。他犹豫了，还不要了，他犹豫了吧？生不生跟钱没有关系。好了，刚才前面2位呢说的是，我要把爱和那个钱绑定在一起，为什么？很容易理解，因为你想给你孩子最好的东西嘛，对吧？这没有错。可是你要弘扬你这种大爱，首先你就得有一个孩子。那吊诡的地方就出来了，对方以爱之名却剥夺孩子的存在。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就是说我不能给你最好的，我就干脆连条命都不要给你。不对，不能替他做决定。那我就想顺着问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现在过的日子也不是你想象中最好的吧？你为什么不去死一死呢？所以，真的，对，真的有没有钱啊？好多时候只是一个借口来的。潇潇说的一句话是对的，他不是怕亏待孩子，他是怕亏待了他自己。这是一种十分自私的想法，跟有没有钱没有关系，是他还没有长大。可是有一点呢，我觉得是需要承认的，就是不管你有没有钱，有多少钱，一旦你的孩子出生了，你立刻会觉得那些钱不够花，也就是一旦有孩子，你立刻就会觉得没有钱。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爱你的孩子，
爱就是这样一种不计一切的投入，无论你给了他多好的东西，你都会觉得不够。你给了他澳洲的奶粉，你就会想他有没有更好的东西可以给他。没关系，有这种想法，有这种欲念非常好，记在你自己的心里，因为只有如此，孩子才能成为你拼命去挣钱的最大的动力呀。所以生孩子的时候没有钱不要紧，你们想一想。王思聪，你们的老公王思聪，他1988年出生的，那个时候他家也没有钱。那时候他爸是一个什么区政府的办公室的副主任，那个时候一个公务员能有多少钱的工资？肯定没有钱。可是1988年，就在王思聪你们老公出生的那一年，他爸还干了一件事儿，就是他砸了自己的铁饭碗，下海了。所以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他爸呢就成为了中国首富，为了孩子反而更有钱了。对。然后王思聪呢，就成了你们的老公，对吧？所以没钱不要紧，没钱可以去挣的。如果说爱情让一个男孩成为一个男生，更有赚钱的动力。是的，更有动力。那孩子就可以让一个男生变成一个男人。男生，对吧？为了耍酷去抽烟，可是男人可以为了省钱去戒烟。男生为了义气去打架，可是男人为了家人可以隐忍。男生一时高兴可以千金散尽，可是男人啊，为了自己家的千金是可以斤斤计较，到朋友都嫌弃你，你也在所不惜的。女生其实，所以说呢，这个有没有孩子跟有没有钱，其实真的没有多少的关系，你可以去挣的，而且与那些一开始就有钱的家庭相比较。你作为一个从零或者从比较低的地方开始奋斗的人，你能给你孩子的礼物还多了那么一份，那就是让你的孩子亲眼目睹着你为了他去付出、去拼搏，这是什么钱都买不到的。谢谢。说得好，我们又赶上了一场特别心里没主意的观众。这个红蓝键在这边刷刷刷，跟那个下雨天的雨刷器似的在这转。哎，陈明 ，OK。刚才秋晨说了很多，我算是最后已经听明白了。其实两位老师也总结了嘛，就是动力。我一听我才意识到，这才是真正吊诡的地方。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说生孩子是挣钱的动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了孩子之后，我就会要努力去挣更多的钱，干什么？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成长的环境，对不对？是什么意思？他们也很希望孩子在一个有钱的环境下成长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对。所以他们是认同我们观点的，是希望有钱了生孩子会更好的，要不然那动力从哪里来？我来告诉你，真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对方刚才说的就是真的很唯美、很天马行空的原因，后面两位就是因为你们真的没有过一个孩子。我告诉你，挣钱这件事情需不需要动力是需要的，但是挣钱这件关键根本不在动力，在能力。今天在座100位观众，你们谁没有挣钱的动力？举手示威我一下。动力也很重要。挣钱这件事情，动力其实人人都有，但你知道能力这个东西关键在哪里吗？挣钱其实最关键的是时间和精力，他需要去锤炼自己挣钱的能力，然后去挣钱。我的观点其实非常简单，其实没有钱应该努力挣钱，而生孩子这件事情跟挣钱 totally 的是南辕北辙。我的女儿她是2014年6月7号出生的，我非常真实的给大家呈现一个刚刚生完孩子的父母的生活。孩子在刚开始生下来的半年到1年当中是要吃母乳的，2到3个小时孩子会饿一次。每天晚上，一个刚刚生了孩子的妈妈在半年到1年的时间里的喂奶频率是这样：9点半左右以后就要睡觉了，9点半要先喂一次，2个小时，11点半喂一次，1点半喂一次，3点半喂一次，5点半喂一次，7点半喂一次上班。晚上孩子会饿了，他就会动，他就会哭，就会嚷嚷。每天晚上的睡眠就是动一次，喂一次，动一次，喂一次，动一次，喂一次，这就是生活，你知道吗？但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生活，而且你知道喂一次奶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喂完了还要花半个小时把他哄睡着，所以呢，每天晚上基本上就是2小时醒一次，醒一次1小时。想象一下，这个妈妈这头1年的是怎么睡觉的？但如果在座的各位男士觉得这就是妈妈的工作，辛苦的是妈妈，你就错大了。不可能有一个妈妈每天晚上醒这么多次喂奶的时候，看到爸爸在旁边鼾声如雷，心里还会很平静的。所以所有年轻的妈妈一定会啪一脚把爸爸蹬起来，说那个爸爸拿尿布、烧开水、倒奶瓶、开灯，然后给孩子换一下衣服，然后就你会看到一个。这个跟有钱没钱没关系，有钱你得喂奶呀。它会影响挣钱。从我本人来讲，前半年的时间，我基本上没有睡过一段在5个小时以上的觉，没有。我老婆就更不用讲了。
所以朋友们，如果你生活当中白天看到一对年轻人双目无神，然后行尸走肉的到处晃，他们可能刚刚生完孩子。我想说的关键在哪里？你发现没有？挣钱是需要时间的，挣钱是需要精力的，挣钱是需要你投入的。生完一个孩子之后，在接下来1到2年的时间当中，这对年轻妈妈的挣钱能力会得到非常大的削弱。我根本没有提花钱和开支要增加多少。一个讨论要对屏幕前的观众可能有一些启示作用。今天有很多年轻的爸爸和妈妈他们在听，他们刚刚结婚，也许他们要选择要一个孩子或者不要一个孩子。我方希望给大家一点的注意，就这么简单，就是因为人生有20多岁、25、6岁、27、8岁、31、2岁，有很多不同的阶段。如果可以选，如果真的你可以选，我个人的建议是，在一个你真的经济会稍微充裕一点，在一个你稍微有钱一点状态下去迎接这个生命，你会更幸福，孩子拥有更多无限选择的可能，整个家庭都会更甜蜜。谢谢大家。好，谢谢陈明。好，来，我们进入自由辩论的阶段，2排的人也可以开始发言，谁先开始？乙方的立论破坏了基因的多样性，直接影响了人类的延续。咱俩又回到去年决赛的时候。不要让人家坐下，不礼貌，跪下。你给我躺下！我现在跟你上。好，什么意思？刚才秋晨他们理的已经很清楚了，对方3个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想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坦白说，只要你生了孩子，你就算是王思聪他爹，你也经常得给王思聪擦屁股，你的生活模式也经常被改变，生活质量时不时也被他的小绯闻下降那么1、2下，对不对？不是他爹擦屁股，你那么高兴干什么？你看你那个表情，真的是。嗨，还不是因为他不是我老公。你们支持的是任何情况下都不生孩子，他跟有钱没钱没关系嘛。好，现在开始讲我方立论。我们好在什么地方？不是因为我们心中大爱，明白吗？而是因为什么人和什么人在什么时候能生下一个什么样的小孩，这个小孩在什么样的时机下获得什么样的教育，得到什么样的机会，最后变成什么人，根本不可控，明白吗？帅哥美女的结合，一定不会生出丑男吗？不可能吧，对不对？有段时间你们很流行网上晒父母年轻时候的样子，对不对？跟你们的自拍一对比，总觉得自己不是亲生的吧？因为基因组合不可控，就是你父母超漂亮，你可能丑得一塌糊涂；可你父母超丑，没准你以后长成吴彦祖，对吧？那就得查一查了。好，你父母都是天才，这种优势基因组合在一起，不好意思，没准他们最平庸的部分重合了，对不对？你是个傻子很正常啊。有没有大学双高知生下个孩子连3本都考不上的？高晓松。他就是典型的基因组合失败，知道吗？从形象到智商。你不能人家不参加第2季你就这么记恨，谁让他不来的？聪明、财富、智慧都不可遗传，对不对？你给你孩子最好的一切，他未必享受得了啊。可是按你们的说法，没有钱就不能生孩子，那蠢货也不应该生孩子，因为你们养不好，对不对？丑人也不应该生孩子呀，因为你们孩子生来丑，从小受歧视啊。你都不是最好的你凭什么要求你的孩子是最好的孩子呀？按照你们这种理论，这个世界上不会有莫扎特，因为他们家超级穷。哥们儿为什么4岁就会弹钢琴？挣钱养家。如果按照你们的观点，这个世界上不会有梵高，家里穷爆了，而且一辈子都很穷。你已经讲了2个早死的天才了。所以我现在讲的不是这个人幸不幸福，而是这个世界上会出现多少种不同的人。人类一旦开始搞优生学，人类就会变成什么？配种社会，明白吗？只允许最好最棒的人活着，只允许最幸福的人活着。生育权我们没有。到最后，只剩一点，在座的各位，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各种的缺陷，发现我作为一个父母不配生，我作为一个人不配活，没了。
陈明，对，好，我觉得必须要解释一下了。其实薇薇姐你刚才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今天跟我们今天谈的完全是两码事情。薇薇姐刚才已经反复讲了，说基因什么东西都不可控啊，生孩子的基因我们没得选。是的，如果先天的东西我们父母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要不要改变一下后天的环境？做爹妈的基因到底是什么？是上帝说了算的话，那他成长的那10几年的路是我给的，我能不能尽一点力呢？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他从小家庭其实并不是很富有。我的这个朋友，他坚韧，他细腻，他善良。他的目标感非常强，我非常钦佩他身上这种闪光的品质，但他与此同时，他身上也有一些其他的特质，比如说他其实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隐隐的会有些自卑，以及跟随着自卑所无法抹去的有一点点矜持而脆弱的自尊。很多时候我们朋友聊天聊到他家庭的时候，他会突然就是生气，然后我觉得我们只是开个玩笑嘛，他真的会翻脸的。这是一个普通人，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普通人。后来我学了心理学才知道，薇薇姐，你刚才说什么东西，它后天会发展成什么样子都是未知的。No， 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专业术语，叫做未完成的愿望之魔咒。童年的时候，未完成的那个愿望，对你未来人生的路的影响远远超出你们的估计。如果一个孩子在18岁之前，在他所有的童年生活当中，他最缺的是自由，父母管得非常严的话，他未来的一辈子，他人生努力的最高价值就是为自由而奋斗。如果他在为童年的过程当中，他最缺乏的是爱和归属感，他未来所有的价值排序当中，爱和归属感就在最前面。如果一个孩子童年当中最缺的是钱的话，他的人生之路会把物质财富的累积作为他所有价值排序中最重要的那个部分。这没有什么错，每个人都有自己努力的东西，有的人追逐自由，有的人去追逐自己的物质财富。但是我作为父母，我绝对不希望我的孩子在他18岁之后，把赚钱作为他人生最大的价值和意义的那个载体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在18岁的那18年当中，做爹的我不能给他一个稍微充裕一点的童年。我不希望他在未来整个人生的目标就这样被18年前的我无力的从一开始就设定。我不希望看到开头的时候就想到结局。这就是为什么我没钱的时候不愿意生孩子的原因。谢谢大家，谢谢。在我们现场观众进行最后投票之前，我们要开始引入我们今天3位最重要的团长，来发表他们各自的意见了。这样，你们2位要不就先让柳岩先。我先说吧，先吧，是代表战队。对。在父母的心目当中，你最大的孝顺就是让我看到你成家，让我看到你立业，让我看到你有孩子，这一切代表你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中国人的价值观并不是你有钱是最幸福的，而是你有一个完美的家庭，那是最幸福的。据我对我自己父母这一辈人了解，可能这个时代又变化了，但是对我父母那个时代了解，我们是这么认为幸福的。你想不想要孩子，其实跟钱是没有绝对的关系的。我给大家演练一下这个情景吧，就比如说马东老师，咱们俩结婚了，然后我告诉你，我说，好的，我同意。马东，我没钱，我不想要孩子，但实际上结了婚以后怎么还能直接叫名字呢？东，我们现在没钱，咱们不能有孩子。但我表面上说这是个借口，我真实的理由为什么不孩子？我告诉你，第一，东，我想要2人世界更多一点，我不想要第3个人出现，这样会更好。我保证不找小三儿。这是理由1，理由2就是。东，我其实结婚前骗了你，我真的不喜欢小孩，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小孩，所以我不想生。还有一个更残酷的事实，东，我不是不想生孩子，我是不想跟你生孩子。对。所以，当男人们听到自己的配偶跟自己说，他讲了半天就是为了讲这一句。对。跟自己说。我没钱，我不想生小孩，这一定不是一个女人真实的想法。生儿育女其实本身是幸福的事儿。非常好。我除了最后那一句，其他都没记住。好，蔡团长，奇葩说是一个做给年轻人看的节目，所以我们讨论年轻人的价值观。我们不讨论1960年代末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社会气氛啊，因为我必须要跟你讲，就是1960年的时候没有网络。所以那时候大家都穷，那时候并不觉得穷是一个障碍，是一个巨大的压迫。可是现在的小朋友活在一个叫王思聪为我的老公的时代。王思聪是如何成为全民老公的？因为他们家那么有钱，所以
当你们在叫王思聪全民老公的时候，却要摆出另外一副面孔说钱没有爱重要的时候，我觉得很尴尬。就这太为难我们这些看奇葩说的90后、00后的这些小朋友了。所以我要先讲一个我的体会，就是我在网络上写了这么多的文字，每一次我一讲到说金钱对人生有一定的程度的重要的时候，它的认可度跟转发量一定非常低。可是我一讲到跟浪漫、跟爱、跟理想有关的文章的时候，转发就非常高。人对于金钱，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跟环境里面，我们感受到了金钱巨大的压迫力，可是我们不想讲这件事。我们假装我们不被金钱所操控，可是其实我们被金钱所操控。所有的父母亲他们在存什么东西？他们在存叫做教育基金。干嘛存教育基金？因为让小孩受教育，他们要存一笔钱。你有听过父母亲存爱的吗？父母亲不用存爱，因为爱本来就在那里。所以刚才这一对一直在讲爱超越金钱之上，这是不用讨论的事情。爸爸妈妈对孩子本来就有爱，没有爸爸妈妈为了养孩子先存好一银行的爱去准备养孩子。存教育基金就是为了这个基金是为了养孩子要用的。如果还有一个诚实的节目，那就是我对于奇葩说的期待。奇葩说是一个诚实的节目，如果连奇葩说都堕落到说我们爱钱，我们却假装我们不爱钱，那我们就在世界上找不到别的节目能够说实话了。马薇薇，我跟你讲，你把事情扯到优生学去。我如果是爸爸，我今天在胎儿时期知道我的孩子有水脑症，有不能行动的瘫痪症，你问我要不要让他生下来，我站在不要优生学立场，我必须要支持说我们应该让他生出来。可是天知道天下父母心，没有一个爸爸妈妈会忍心让孩子到世界上来受这样子的苦。你说莫扎特、梵高，那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天才。我作为一个人类，我非常高兴历史上有过梵高，有过莫扎特。可是如果我是爸爸，我真的不忍心我的孩子是梵高跟莫扎特。我不要我的孩子那么小4岁就到宫廷里面去弹钢琴，然后被那些国王吓到发抖。这个不是一个爸爸妈妈想要的态度。所以爱是不用谈的，爱在那边。我们谈的是金钱，我们爸爸妈妈能够唯一做的准备是金钱的准备，这就是我方今天的立场。好了，来，我们留给金姐。我觉得其实我们辩论了半天，关键是你这个标准在什么地方。拿我个人来讲，当我收养我孩子的时候，我没有钱，我也没准备。当这个生命敲门的时候，我不能拒绝生命，我就开始了。然后我能走到今天为止，完全这个3个生命给我的一切的动力。我应该给我孩子送什么样学校，什么样学校，他穿什么衣服，吃什么，穿什么，是你们大人的一个标准。孩子的快乐，我觉得还是你对他有多大的关注。那个潇潇说，那个一个少女以前可以花很多钱买裙，现在买了个锅，但你知道吗？那个幸福感，她认可不买10条裙，她买锅的时候那个幸福感啊，是完全是不一样。她那个幸福感是由于孩子给带来的。陈明，你的幸福感，女儿给你和你太太带来的幸福，远远超过你对抱怨几个小时喂奶，你心甘情愿的。心甘情愿的，人丁兴旺啊！看那个幸福感呢，大家觉得都值了。我们现在没钱，我们全家人都是值的。说这个幸福感，我觉得这是拿钱任何衡量不了的。我赞同奇葩说应该说实话，给很多年轻人说的，你有钱你再生孩子，你有个很好的保障以后。但是世间事情变幻莫测，你今天可能有钱，现在有生孩子了，可能这个孩子生完了以后过来你破产，什么都没有了，那个时候怎么办呢？你面临一个新的话题。所以说生孩子随缘吧。而且我还回到我那个观点上讲，当你有孩子的时候，赶紧要，用你的能力去爱他，给他一个生活环境。等你有了钱了，想要孩子，老天爷不给你的时候，哭着喊又那个管又这个管。这个也是事实，还真是。对，多少有钱人现在哭着喊要想又借腹生子的多少啊！你能生的时候你干嘛？你只有一个生育功能，说你不生。啊，那是光挣钱了。我等你都有了钱了，功能全衰退了，完接着别人的肚子生孩子，有毛病啊你！奇葩说录到现在，金姐开始发力了。好，我们现场观众，请做出你们最后的选择。
小朋友被欺负了，应该鼓励打回去还是告老师？想当年侃爷还是小侃侃的时候，因为长得太好看，没少被小朋友欺负。打回去，侃爷觉得自己没这个本事，说不定还会二宰打。告老师，侃爷又不屑于做这种事。这件事一直是我心中的困惑。小朋友如果被欺负了，打回去无疑是一雪前耻、扬眉吐气的好方法。一味忍让会让对方更加肆无忌惮，欺负到极致就成了50度灰。不许孩子打架，万一培养了一个未来的受虐狂，甚至抖 M， 那该怎么办？但打回去得要求孩子发育的超常，否则如何招架得住强壮的胖虎？假如打不过，还有第2招，告老师。告老师让孩子懂得遇事时可以借助外界力量来解决问题，避免小朋友走上霸道总裁爱打我的道路。可这种方法容易让周边同学瞧不起，影响友谊。更严重的还会被贴上小奸细、大喇叭、爱打小报告的标签。那小朋友被欺负了，应该鼓励打回去还是告老师呢？我如果有儿子被欺负了，该打，年轻打无所谓。先打，打不掉就跑呗，跑不掉再告老师呗。打他，就是打，不要告。我肯定打回去了，打他，一定要打他。他打我就打他。可我小时候我是会揍回去的，因为小时候长得比较彪悍。可能尤其像我们2个比较有这样的经历，小时候会被欺负一下或者怎么样？没有，是吗？你都是欺负别人是吗？对，脑瘫。好了，我也是。所有说打回去的人是真的没有打过架的，打架和一般的嘴炮不一样，潇潇的嘴炮啪啪啪各种放，但真打他就哭了。艾丽肯定又是走什么社会正能量，你说他一当老师的，他能告诉小孩他们打回去吗？哎呀妈呀，真够可以。撕碎他！今天晚上我绝对要七夕，随便骑，让大家看一下，我这新疆这匹骏马是不能随便被骑的，真的。潇潇那身板撑不了，颠几下下来。那你觉得他们那边会骑谁呢？潇潇啊，潇潇。好，那如今你就骑潇潇了。太讨厌了，因为就如今七夕我吧，我不好意思下手，你知道吗？好，我们题目出来了，小朋友被欺负了，应该鼓励打回去还是告老师？现场100位观众，红蓝键。红键是打回去，蓝键告老师，请表达你们的态度。按键。第2阶段大混战，比赛进入第2阶段，16名奇葩任意组合大混战，双方胜负仍由观众跑票数量决定。比赛结束时，团长从胜出一方选出1名最讨人喜欢的奇葩，授予本场 BBKIN 称号。失败的一方将面对精神和肉体的残酷惩罚。累计获得 BBKIN 次数最多的奇葩进入决赛。5、4、3、2、1。77比23，压倒性的，说要打回去。有23颗良知，今天还在现场闪闪发光啊！要告老师，估计这23个人里面有22个本身是老师。好，那个我们要请我们2位团长和廖男神来做出自己的判断。好，这开喝了，这叫牛奶。廖凡，你要是有孩子，在学校挨了欺负，你什么态度？我基本上第一反应会选择让他打回去，就是，但是呢，我得闹明白，就是说他为什么被欺负。你比如说，他要跟这个小朋友抢女朋友是吧？2个人争风吃醋，被人欺负了，你说打回去那也是正常的。有其父必有其子。对，发育太早。其实他没有别的理由，就是来了一个块儿特别大的，哎，你爸是廖凡啊，打就欺负你了，怎么着吧？这种情况怎么办？那必须得打。对，那就是打回去。你这样，非得给我下这么一套。对，打回去，打回去。好这个立场坚定。我觉得你刚刚那故事是你自己的故事吧？你令尊大人那么有名，肯定在学校常被打。对，肯定的。童年阴影，没打过，但是会把我带到一个黑角落，专舵神秘的拐弯抹角的去处然后摁着我的脑袋说段相声。有过，这太可怜了。有过，确实有。那个人，我到现在我都记得他的长相，真的，长得跟大兵一模一样。我有告过老师，我到了老师办公室，然
然后我说老师，我昨天遇到了一个什么事儿，然后一办公室的老师，所有人都说来先说一段。所以那一刻我就知道，老师比黑社会还厉害那康永哥会选择什么呢？我知道呢，告老师这个行为看起来就是很不上道的样子，不入流。可是奇葩说嘛，就是大家练习一下跟自己作对，内心的搏斗可以增长智慧。你为这个节目已经牺牲了好多了。今天真是到达底线的，是吗？竟然要站在高老师这边。蔡康永选择了告老师记下来啊，记下来，记下来啊！回家记在日记本里。对，太丢脸了。金姐，我肯定打回去。我也不问你为什么，没有，我觉得孩子们在学校发生事情，大人别掺和，孩子自己解决完事儿了。第一次解决不了，第二次学会解决，他学会自己生存嘛，对吧？你小时候有没有被欺负过？我从小到大都是那个出馊主意的孩子，我指使别人互相打，但我从来没打。听你刚刚讲的那么正义凛然的样子，结果就是这么个货色。好，我们这个这么多位选手，前面这6位是他们的自由意志，这3位选择了告老师。你看，老实孩子都老师，这边这3位野蛮生长的啊，他们选择的是打回去。很难得，这次是反方处在一个绝对劣势。反方谁先开始？我先来。我们就是因为你才处在绝对劣势，你不知道吗？打架，大家一想到东北，第二想到新疆，对吧？但是一个新疆爷们儿，今天说要告老师，你可能觉得怎么这么怪呢？那我来说一下。首先，为什么大部分人选择不告老师立马打回去呢？就是因为觉得不打回去怂呗，怂嘛。但问题是，打回去打赢了，就是真正的威武吗？大家知道威武的武字怎么写？止戈为武，能够化干戈为玉帛的才是真正牛。小时候在新疆，我也算是比较这个弱势群体，经常被欺负。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个恶霸，他说校园10公里范围内全是我的地方，我就被各种欺负。但是现在过去了20年，校园10公里范围内啊，对，学校10公里。你们是每20公里才有一个学校？对。比较稀疏，都是骑着马去的，但是这个哥们儿现在过了20年，他所牛范围还是校园10公里范围内，就那么点出息。小的时候很牛，长大就不见得牛了。所以小的时候打不回去，跟威不威武没有任何关系。当然，我知道大家大部分人不找老师，是因为我知道找老师没用。我今天要替全国将近1800万老师道个歉，因为我也是老师之一。我知道我们大部分老师还是解决问题稍微欠了一些，还没到那个位置。如果你去告老师了，那个老师去叫那个欺负你的那个人家长，然后你知道他叫完家长以后，那个人还是来欺负我，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你才不去找老师的。但是作为一个新时代的老师，我真的想去改变一下，请大家相信我们一下，我们这些老师群体。老师应该怎么去办呢？应该去教育那些牛学生，你身强大是不是？告诉你，蜘蛛侠一句话，力量越大，责任就越大，别欺负小屁孩有屁用啊！或者我告诉你，辛德勒名单里面那句话，欺辱弱者不是权力的象征，你要学会保护大家才行。如果还是不行，我告诉你，在新疆怎么解决啊？新疆如果你真打好，你别在下面打，我真有老师来，你们2个过来。我把拳击手套给你，来给我打，在这给我打，我当着面看着你。你是哪边的？没有打，你好像就是。我的意思是，打回去你也得先告诉老师说，老师不好意思，我要去打他啊，而不是自己打过去，因为你这手控制不了。所以你的观点是说，要告诉老师我要打回去了，这意思吗？对，是。没有，哎呀，这只是极端。你坐中间吧。对呀，就是没有极端情况。因为作为老师，我真的很害怕学生不给我去讲，大家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万一出事儿了怎么办？是。作为我们成年人，千万不能给孩子灌输一个错误的理想，就是什么时候只有打回去打赢，才能证明你不怂。真正的不怂是根本对他不屑一顾。今天我的孩子被欺负了，我说你给我打回去，你不打回去的话，你就是怂。那我的孩子假设把对方孩子打怕了的话，对方孩子会怎么说？他也给他爸讲啊，他说爸，今天我被欺负了，你也给我打回去，对吧？
双方父母无限的循环，那直到有一方丧失战斗力，这事儿才结束。那什么是丧失战斗力呢？那就是打破了呗。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的虚荣当成了孩子的光荣，因为自己的一点点想法而耽误了未来孩子的前程。所以，作为一个老师，我希望大家能稍微相信我们一点点，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处理好的，好吧？非常感谢各位，谢谢，谢谢。很有经验。好，齐溪了。好，首先艾丽，打回去，打回去。刚才艾丽代表新疆爷们儿，我要代表我们成都爷们儿说2句话。爷们儿，等一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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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不要碰我，不要碰我。啊！开始耍了。哎呀，好甜蜜啊！刚才艾丽说她要代表1800万的老师，但是我告诉你，其他所有的老师没有像你这么闲，给我们个机会。好，艾丽，那麻烦你来帮我解决一个纠纷。我现在相信你，范甜甜打我，好，你帮我解决一下。来，没问题，来吧，来，看你敢。好，艾丽老师，我解决，我解决。甜甜姐同学，还是要尊重。你为什么打潇潇？关你什么事啊？非常好，甜甜姐同学，非常好。你打他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爽？你问我妈呀？啊，你爽不爽？你爽你打我呀！老师你就下你打我行不行？你开口就跟我爽，我告你性骚扰，我告诉你，我就告校长。那你性骚扰他就不行，您不能骚扰潇潇。好，是老师。你不能骚扰。好，老师，我懂了。很明显，您的劝解是没有用的。那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当我24小时的保镖？甜甜不可能只欺负我一个人，他欺负了姜思达，欺负了博邦尼，你可以同时保护我们3个人吗？我可以把他制住，他镇住我学生，我各种。非常好，老师，拜托你帮我把他开除，然后开除之后你要保证我们校外的安全，你可以保证吗？没问题，可以啊，大家要相信教育的力量。啊，所以刚才齐溪的重点是说，如果告了老师，老师就算解决得了一时，也解决不了一世，是这个意思吗？那打回去就解决得了一世吗？对。接下来你要听我们的观点啊，听他们观点。其实刚才这一幕啊，是典型的一个好学校的老师进入到了一个坏学校。这个反方非常软弱、非常卑微地阐述了他们的观点。我不敢相信他的结论是，拜托恳求你们相信我们一点点。对呀，什么气派啊！好，来，正方第一位是谁？邦尼。今天特别紧张，因为廖凡是我的男神，哦，我喜欢他10多年了，所以说。那你够老，你说的我都紧张了。对，我特别紧张。然后要抱着你转一圈吗？可以吗？去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太过瘾了吧！廖凡，这边这个大兵呢也喜欢你10多年了。我已经45了。谢。我的人生已经圆满了。不用，已经没有遗憾了。圆满。那博邦你，你感不感谢帮你促成？不用谢我，没关系的。我促成的。我不要，我不感动，太感动。我要你表达感谢的方法就是，你知道我今天是那一队的，给你坐下吧，认输。这个题目是我坚持要打的，我觉得今天我来这里说这段话，我就此生无憾了。你刚才已经此生无憾了，到底要几次此生无憾？你有几生啊你？你这么会儿已经可以死2回了，你知道吗？邦尼是太紧张。然后我先想讲一个我自己的小故事，然后我不想博取大家同情，是这样。我前2年的时候参加了一次我们小学同学会，喝着大酒呢，我一同学跟我说邦尼，你还记得你小学的时候上体育课被谁打过吗？我当时一下就愣了，然后一下就哭了，然后那个眼泪就一直的流。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是选择性的遗忘了一段回忆。我以前是一个笨手笨脚的小胖子，现在也是。然后那个时候，我有天上体育课，我们班的一个男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拿了一个篮球砸在我的头上。
然后我就去告老师嘛。然后到老师面前，我想不到这个比我高、比我壮的男生哭得比我还大声，然后老师就各打50大板，就把这事给抹擦过去了。但是从那天开始，这个男生和他的男生小团体在每一堂体育课都欺负我。我就是一个软弱的人，一个逃避的人嘛，然后我就拒绝上体育课，小学体育课、初中体育课、高中体育课、大学体育课，一直到现在，我都是一个在别人面前做运动感到非常羞耻的人。我唯一能做的运动就是在家里跑步机。这么多年，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什么样的人会去欺负别人？很简单，欺软怕硬的人，他去通过欺负那些比他更弱小的人，获得一种存在感、一种优越感，貌似自己很强大的这种优越感。所以说，他第一轮去欺负你的时候，其实他是在试探。他就像一个人走进了超市，看了一堆柿子，他在掂量哪个柿子最软，我就要戳你，我就要吃你，我就吃定你了。然后我又想到第二个问题，就是那欺负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很简单，你越害怕，他越兴奋；你颤抖，你恐慌，你求饶，他就更爽。如果现在我能够穿越回过去，去对那个很小的我说话的话，我就跟他说：你一定要打回去，你必须打回去，你就是咬他、踢他、去挠他，你必须打回去。我们不是要打败他，我只是想他证明我不软弱，你不要再欺负我。我想向他证明，你可以打我现在，但是我不会让你爽到，我会把你拖在泥巴里跟你一起打滚。你打我没有什么好风光的，你也很狼狈。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要向我自己证明，我不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不是一个好欺负的人。因为比一时的肉体的疼痛和心灵的屈辱更可怕的是，就是你会带着这个屈辱的回忆一直活下去，直到你变成一个真正软弱的人，一个总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的人，一个到了新环境里身上还打着我好欺负的那个烙印的人。不要这样，打回去啊！你就要勇敢的去反抗啊，要变得强大啊！当你去告老师的那一刻，你已经放弃了改变自己的这个权利了。你为什么要告老师？因为你希望得到庇护嘛。你希望你什么都不用改变，老师去改变这个同学，老师去改变这个环境，你什么都不用做，对不对？但如果你选择要打回去的那一个时刻，你就已经改变了。第一个，你认清了这个现实；第二个，你开始要武装自己。善良是很珍贵的，但是如果善良没有长出牙齿来，那就是软弱。痛苦本身并不是财富，但对痛苦的反思是财富。被欺负本身也不是礼物，但是对被欺负的那个反击就是礼物。你已经被欺负了，就一定要打回去，把这份屈辱化成你人生的礼物。好，漂亮，漂亮。好了，没有想到一个人居然在3分钟内能实现2个一生的梦想啊！是，对，已经爽了吧？对，再也不要说话了。还没有什么可变的了，蔡团长，要不然今天就到这儿吧。超级有可变的啊，是吗？我只是不想要抢了他们的话说，我知道他们一定能够反击的。OK， 好，反方哪位开始？打回去啊！谁呀？永开，你这个样子像能打回去的样子吗？就是不能随我选择里啊。听得邦尼说的很感慨，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被欺负的。坦白说，在每个人的记忆里，自己都是被欺负的。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微妙？为什么我们从来不记得到底我们欺负过谁？因为孩子会选择性遗忘。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大家都看过哆啦 A 梦对吧？那哆啦 A 梦有一个人叫做大雄，经典的怂货。在小叮当出现以前呢，他的人生超级的可悲，每天被胖虎逼着抢玩具，再不然就是打他，再不然就是逼他听他的演唱会，再不然就污蔑他喜欢他妹妹。大家发现没有？大雄的人生在对方的眼里超级怂，直到小叮当出现以后，他开始有各种道具打回去，一下子缩小，一下子放大，一下子缩小，一下子放大。胖虎被玩得超惨，可是你那是什么道具？小叮当有那么多的道具可以讲，他偏要讲一个一下子缩小、一下子放大的道具。你有一支仙女棒，变大、变小、变漂亮，是吧？忘记掉缩小放大 ，OK？ 忘不掉。没有，大家想想，如果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胖虎的话，这故事会怎么写？有一个人王八蛋叫做大雄，每天骚扰我妹妹，同时用任意门过去看静香洗澡。
我最爱的东西是什么？是唱歌。他每天侮辱我唱歌。自从有了机器猫的帮助以后，他每天都把我好不容易借来的玩具给拿回去。甚至有的时候，偶尔我们小朋友打闹闹嘛，反正打不出问题，我就拍他一下。于是乎，他就用小叮当道具来让我出丑，让我丢脸。大家发现没有？小朋友的世界里面，他们的记忆里面只记得自己被欺负过的事情。再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我小时候有一个人很爱欺负我，超级恨他。可仔细回想起来，他为什么欺负我呢？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也不懂因为什么。就我完全想不到理由，直到有一天，就是我思考的辩题的时候，忽然想起来，哎，他是一个单亲家庭。其实他每次打我的时候，我并不是没有打回去的。他每次打我就说：“活该你没爸爸，活该你没爸爸，活该你没爸爸。”在他的世界里面，他是被欺负的。你懂吗？廖凡，你的孩子如果真的有一天被打，他跟你说：“爸爸，有人因为我爸是廖凡，所以就打我。”不要轻信他，因为搞不好你不知道他会不会问人家讲说：“哎，你爸是谁啊？”哦，水地工人，我爸是廖凡。孩子告诉你他是被害者，不要相信他。他可能被害，可是他至少也有可能不是单纯的被害。所以孩子是分不清道理的。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让一个懂道理的成年人，例如老师来教育他，告诉他什么是道理。胖虎，不要欺负大雄。你知道，有的时候你的力度在你眼中是小，对大雄来说是大。大雄，你不要歧视胖虎的唱功，因为有些人他就是喜欢，哪怕他做得很烂。这是一个好老师，懂吗？虽然有一些老师做得不好，可是不要放弃去告诉老师。就好像有一些医生医得不好，你不可能因为医生医得不好就乱吃药吧？所以我们告诉小朋友要告老师，不是让他们怂，而是让他们懂道理、学长大。你们告诉我们打回去，不是你们勇敢，而是因为你们不想长大。谢谢。哇哦，大逆转啊！嚯，你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强权的比赛现场了吧？对，语言就是力量啊！好，潇潇来吧。首先，第一个问题，你刚才说现在小孩油嘴滑舌，很有可能我被打了，但是我先犯的贱。那我们千万不要相信小朋友。那我作为老师，那我怎么评判到底谁是谁非？如果这个小孩这么喜欢说谎的话，那告老师有什么用？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刚才举了小叮当的例子，但是试想一下，如果小叮当鼓励大雄说：“大雄，我这儿什么都没有，你去告老师吧。”说真的，我们看不到几百集的哆啦 A 梦，因为一集就完结了，没有人愿意再跟大雄做朋友。好，我来解释一下，其实刚刚大家我们的票数为什么会这么悬殊？有70多个人选择要打回去。其实如果真的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真的被欺负的话，我相信现场有些朋友是不见得当机立断会打回去的。你们懂我什么意思吗？为什么大家还是选择了打回去？是因为大家觉得告老师是一种非常龌龊的行为，大家觉得很不耻。如果我选择了告老师，我很丢脸。我们中学的时候，我们初中班主任也是不知道作什么妖，弄悄悄话信箱。好，他做这个悄悄话信箱的原意呢，是想大家有什么思想动态，及时跟他汇报。但其实他弄巧成拙，悄悄话信箱就成了我们班所有的同学互相背后捅刀子、互相背后倒黑水的一张温床，你知道吗？这个时候，我们老师就经常会找一些同学去谈话，然后那段时间我们班上人心惶惶，而很快悄悄话信箱就被取缔了，因为在悄悄话信箱的背后，我们班的施暴行为更加严重。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欺负了谁，我很清楚的知道，老师为什么找我谈话，我很清楚的了解。在我们的学校，我们不打勤的，不打懒的，我们就打爱告老师的。
你们知道吗？刚才金姐说我们这边像是什么坏学校的人出来，其实恰恰相反，像我和思达是属于从小就娘的比较彻底的男生。OK， 不要忘记你是代表成都爷们儿在说话。好。而邦尼呢，一看就是小时候特别容易被人欺负的傻白甜。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傻白甜。对，我告诉你，因为现在的小孩是很刻薄的。如果你遇上一个熊孩子，你真的很想死。你在飞机上如果遇上一个熊孩子，追赶跑跳碰，你觉都不用睡了。但是我们是成年人，我们没有办法跟小朋友去斤斤计较。那这个时候谁能治他？只有孩子。孩子最好的老师是孩子，这个时候只能以暴制暴，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No。好，那我要告诉大家，告老师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不是说我们告了老师，老师无法解决问题，而是我们的孩子爱上了告老师的这种感觉，他迷恋权威，你懂吗？比如说，我长大了。我觉得从小到大我都是被老师保护大的，那我就会问马老师，马老师，范甜甜老打我，去死！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就是我领导对我的态度。如果我产生了迷恋权威的感觉，长大之后我就会对我的领导倾诉我所有的抱怨。这个时候他发现他请的不是一个员工，他请的是一个祖宗。打回去看上去粗暴，但其实我想告诉大家，我敬你是条汉子。而如果他真的告老师，我打他，那就是我打你是个谢谢。贝奇基呀！加油加油！你说怕迷恋权威嘛，是吗？在迷恋拳头怎么办？我告诉你，第一个问题，首先是你欺负了我，我才会反击，我不是施暴者。同样的，你欺负了我，我才告老师，这不合理。迷恋拳头怎么办？不会迷恋拳头。如果你一直打我，那我当然一直反击喽。像你一直打我，我一直告老师喽，所以迷恋不是问题，对不对？首先你发现没有，我一直打你，你一直告老师，你也发现告老师没有用，对不对？这个再解决。这再解决，你一直打我，我一直打回去，打回去也没有用的。来，第二道问题，刚才说你是成都最娘的，我没说成都最娘的，我告诉你，他没有说他是成都最娘的。笑笑来。他们没有办过这个比赛，没有选出这个冠军过。好，来继续，让朱金继续。我个人认为你是成都相当娘的。那请问你怎么打回去？你是打的都是女孩子吗？哦，那还真，我告诉你，那还真不一定。打回去是表明你的态度，我可能打不过，但是我要打回去。所以你就是本身就不喜欢告老师了。对。因为你觉得老师没用，对不对？不是，我觉得老师解决不了问题。如果今天甜甜姐是老师呢？来，起立，老师，我欺负了张思达，他来告老师了。啊，老师，那欺负我。好，那我跟他道歉。跟他道歉。对不起，姜思达。你以后别打我了。好，马老师快敲。好，你发现没有？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我嘴上说着对不起，心里更想打他。我们等一下解决。他处理方式有问题。刚刚那两个孩子是怎么回事？中华女子学院。好，齐溪告一段落啊。现在反方第3位如晶阐述自己的观点。其实刚才从一开始到现在讲到现在，就是唯一一个问题而已，就是他们每次告的老师都是一些很怂的老师，有问题的老师，像艾丽的老师，解决不到问题的老师。如果今天找一个强悍的老师，会解决问题的老师，那就没有问题了嘛。所以是老师出现的问题，不是告老师这个行为出现的问题。这是第一。讲一个故事啦，有一个学生，他光头嘛，因为他身上有病，他癌症，然后他光头，小朋友就很喜欢欺负他，笑他你是光头，你是光头，你是光头，那怎么样呢？那是打回去吗？也不是，那老师就给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老师在全班同学的面前把自己的头给剃光，
这样以后谁在取笑光头，就是在取笑老师，就没有一个小朋友再敢取笑光头了。这就是解决方案嘛。是小朋友被欺负的方法有很多元。如今的意思应该是老师用这个方式让同学们知道嘲笑光头是错的行为。对。后来他们欺负胖子怎么办呢？他们欺负胖子的话，老师会劝这个胖子减肥，这样子别人就不会欺负你了。你以为我会讲叫老师吃胖是吗？会反摆一道吗？用多元的方法解决问题，所以说告诉老师，老师可以给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比你每次打回去，然后他又再打回你，你再打回去，以暴制暴，这解决方案不好。而且很多人以为小孩子打打闹闹打不死人，其实是错的。小孩子打架是最不懂得分寸的。在我小学的时候就常出现过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常常会玩嘛，看了周星驰的电影，打开一个门一个板擦，这样一掉去那个头上，很可爱，是不是？那每次被拍的那个小朋友就想，每次都是我被欺负，这次我要打回去，我也来一次。放板擦太弱，他拿了一块砖。哎呦，对小朋友来讲，砖跟板块除了方形不一样之外，其实他不懂得伤害也是很不一样的。他就放了一块砖。你想一下，小朋友当时的年纪和高度大概是这里，一块砖一啪掉下来，幸好还好那一天他打的是肩膀，如果打到是头，那就是头破血流了。不止这种，还有第二种小时候的恶作剧有很多，我们放一个钉在那椅子那里，一坐下来扎一下屁股，哈，很痛。小朋友被欺负多了，他觉得这是要报复，他拿一根很长的圆珠笔。哦，你这是刚刚马东讲的仙女棒吧？还没说完，专心听一下。我们把圆珠笔给放在椅子那里，起立，行礼一坐。你知不知道，像我们这种体重比较重的小孩子，一坐下去插进去，想到都痛。没有一个小孩子会用深蹲的姿势坐下去的。是你们谁教他深蹲这两个字啊？我最近在健身。深蹲是健身词汇，健身词汇。所以我们说，小朋友不懂得分寸，不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去打回去。你总是让他打回去，万一出了事的时候，他真的打赢了，而且狠狠赢了一把，以后那个在冰里面屁股有个洞的那个学生，哎，本来就有洞了，抓了一个洞。所以不要让小孩子打回去，有时候打回去意外发生的会更严重，到时你后悔就来不及了。谢谢。好，那我们这边就只剩下名媛了，名媛了，对。哦。就作为最阳刚的名媛，我必须把对面的问题指出来。对面永开告诉我们，非常危机啊！就今天他打你，本来你先犯错，因为你犯贱，你先呲人家，所以我打你应该，而其他人看不出来。问题恰恰是各位想一下，自己从小到大被欺负的时候，真的都是因为我们主动去犯那个贱吗？我们真的非常的无辜。在学校什么样的人被欺负？小的时候，娘娘的小男孩被欺负，对不对？现在谁敢欺负潇潇？因为他太能讲了，你不敢欺负他。小的时候那不一定啊，对不对？什么样的小女孩被欺负？长得黑黑的，或者长得胖胖的，或者单亲的，这些人招谁惹谁了？他们是无辜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啊，为什么要打回去？讲我们的道理。最可怕的是被欺负吗？不是。小朋友欺负来欺负去没有什么问题，上课大家都在听讲，下课就到处的跑闹，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对不对？今天最可怕的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被孤立、被排挤。孤立是什么概念？各位来奇葩说今天来看，假如说你多年之后你能想起来，因为当时你旁边坐着的人和你发生一点口角，你记恨在心吗？大概不会。你多年之后回想到的是，这次来奇葩说现场，你的朋友们都去了，就没带你，对不对？所以我们发现高老师会带来这种极大的问题。第二，小孩子们有小孩子们的江湖规矩。为什么我们提到说所谓的权威，不是棒权威和棒拳头的问题？棒权威的意思是
我们是一伙，而你已经和大人站在一个队伍里了。小朋友们一直在玩嘛，今天你打一下，明天我打回去，而高老师就是自动的与所有小朋友们为敌。为什么我们总是给那些人外号，叫做什么？在东北话里叫气儿灯，对不对？对，气儿灯，典型的嘛，太招人讨厌了。所以我们都不再和你玩了。小朋友们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与彼此打交道的方式，不是大人们想象的一种文明、一种规矩。我们长大和彼此打交道的方式，往往充斥着一点点蛮性，是不是？而在打回去的过程当中，我们形成了我们对彼此的、对同伴的认知。而今天高老师，你只不过是在放弃自己的童年而已。所以啊，小孩子打打闹闹非常天真可爱，没有什么巨大的问题，不会都像对面颜如晶讲的，今天就立一个这么长的原子笔让你做下去，把这件事情太妖魔化了。这件事情放轻松，只不过希望你能拥有一个和同龄人一样的无所谓的快乐的成长的童年。好的。我们发言是根据老师的能力来进行区别的。来，那个如晶先说。他说了这么多，就是孤立。为什么打小报告告诉老师的同学会被孤立？因为你们。是因为你们在座各位都说直接打回去就好，不可以告诉老师，是因为你们在传递告诉老师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他才会被孤立。说得好。如果今天我们成功的传递了一个信息，叫告诉老师找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法，大家以后都告诉老师的时候，打回去的人就是被孤立的人了。是的，好，这边来讲，好，这点很有力哦，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把告诉老师的这种观念深深植入到我们主流的同学的心中。但问题就在于，小孩子他们的社会秩序和成年人之间的社会秩序完全不一样，你没法进行这样的交流。大人，我们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对不对？但是我们不会真的说。除了一些成年人之外，绝大多数成年人认为男女授受不亲。但是你不会看到说小男孩和小女孩他们在一起当街牵手的时候，你拽过来那个小姑娘说你这个贱，对不对？不同的世界有不同世界的运行逻辑，所以你这种观点的灌输不会发生任何的作用。好，谢谢。来，马薇薇。我们奇葩说，一般来说，在任何一场讨论的都是3个主题：吃饭、睡觉、骂艾丽。对。小朋友们，他们的社交经验，一般来说也只有3个主题，就是吃饭、睡觉，打另外一个小朋友。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就是说，因为他们心中充满暴力。乐观一点说，因为他们是小朋友嘛。不对。这是小孩世界的社交方式，你们不要跟我比小时候受欺负。作为一个祖籍山东、生在贵州、长在广东，后来又跑到河北去念书，最后又回到广东念书，再回到广东念书，又回到河北念书，最后来北京工作的人，你们跟我比受欺负，转学生是最容易受欺负的，而且是南北方的花式吊打欺负。没有惨痛的童年经历，能有我现在这么变态吗？你是百炼成钢啊！对，我百炼成变形金刚。这个时候，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什么问题？你们有没有发现，成人的世界，它有一样东西去约束，叫什么？叫法律。可是小朋友，我们今天讲的肯定是14岁以下的了吧？对不对？好，他们是不受法律管制的，因为他们是无行为能力人。这个时候，我们今天两边要争吵的是什么？到底是让这些小孩子们按照他们的动物性去野蛮生长，期待他们满18岁那一天，咣的一声，就遵纪守法了，就不野蛮了，就不社会化了。
还是希望在他小的时候就有老师教书，不仅仅是这样，还要育人呐。所以，当法律缺失的时候，教育就是规则。今天我们不要看到小孩打架的时候就说那是小孩的事儿，让他们解决去吧，也不要让小孩在飞机上大声喧哗的说他还小，由他去吧。你让他一去18年，18年后不是进监狱就是变混蛋。秋晨，好，一个个来说。来，马薇薇，你也知道，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你双手拿2把菜刀干什么？放下。打回去嘛，然后显得气势一点。好，不是咱们每一个人都是茹毛饮血到18岁当下成年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听着教导，同时在下面打着架。潜规则和明规则共同碰撞，18岁我们成年了。好，如今是个好孩子，没问题。他跟我们说，小孩子不懂分寸，是的。小孩子欺负别人的时候，一开始也是试探性的。如果你不尽早的制止他，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没有分寸的情况。没分寸的这种情况，不只是会出现在打回去的过程当中，更会出现在打过来的过程当中，对吧？好，小开说什么？小开说，你被欺负的时候，有些时候你想一想，其实你有时候也在欺负别人了，说的实在是太对了。所以，为什么你告老师，老师也分辨不出来？我们不想为难老师，小朋友说话有极强的主观性，老师也不是24小时能盯着他，他怎么能分得清楚是非呢？好，分不清楚是非的时候怎么办？一，像艾丽那样子，所有人抓起来一起讲道理，好，没有用。第二，就是像刚才邦尼说的那样，各打50大板放回去。可是那个告老师的小朋友会怎么想？我冤枉。我没有主动去报复你了，我已经告诉老师了。可是现在你为什么还要惩罚我？你知道吗？小孩子被小孩子打，只是受一点点身体上的伤害，被这种不公平的对待，是对他人生最大的阴影。谢谢。永开。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段同学一直扣我们一个帽子？他说，当有人打你的时候，你不尽早制止他，就会继续打你。请问一下，你告老师，老师不会制止他吗？也会制止吧？那为什么我们就是一个任由你打我的小朋友呢？不是，我们也有打回去，只是我们用老师的智慧打回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秋晨告诉我们什么？他说老师分辨不清楚。各位，我们不是要让老师来分辨到底源头是谁，我们是要让老师来分辨每个人都有错。小朋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永远都认为自己没有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什么时候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就是当我们知道错的时候，我们懂得反省的时候。大家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我那个被欺负的人就是一个贱人，我是告诉大家，每一个人都要反省自己生活中的言语，懂我意思吗？好了，不懂就算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段同学这个价值宣导，它也许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他告诉我们，不要去相信老师，老师解决不了问题。好，小朋友带着这个思想进去课堂里面要做什么？老师教我东西，不要相信他，他不会解决问题。老师告诉我出去外面不要随便吃别人给的东西，不要相信他，他解决不了问题。到最后，老师就是成为一个没有人信任的人。老师要怎样顺利的教书？就是首先你得信任他。为什么大家觉得自己生活中都遇不到好老师？因为大家从小就被教育不要信任老师。所以我们今天告诉的就是学会信任老师，这是老师成功教育孩子的第一步。好，谢谢，非常好。妈，你错了，我们不是不相信老师这个人，我们是不相信老师的手段一定可以制止暴力。你懂吗？像如今该提出一种非常理想化的解决方案，把头剃光嘛。你刚才说，如果是我很胖，你歧视我胖的话，那我叫你减肥了。我凭什么减肥啊？我吃得高兴，我为什么要减肥？那如果我娘的话，别人欺负我，那老师是不是也要这样呢？对呀。好，然后艾六告诉我们什么？他说，真正的勇士面对别人的欺辱，你应该不屑一顾。那我知道了。所有的小朋友们，如果以后你们被人打的时候，先不屑一顾，你打我吧，我忍着。好，
打完了之后，我再告诉你打完了吗？我去告老师了，你懂吗？我们今天说的是打回去，是讲的一种反击能力，而不是我乖乖被你打，打完了之后我回去运筹帷幄，拿一支圆珠笔插你后面。好了，我觉得够了。哎，我们来请这个2位团长和今天的男神来综合大家的意见，来说一说自己有没有被感动。廖凡现在觉得还是要打回去吗？我刚才听大家确实辩论的非常精彩啊，确实每个人说的，不管是以自身出发，还是以对方的那个论点出发，我觉得说的特别好的是有一点是说什么，就是打回去。并不是在于说是你用拳头还是用什么，是在于是说你反击的一种精神，可能是，这是一个小朋友的世界，他有他自己的生存的一种方式。你小时候被欺负过吗？有啊，你长成这样还会被人欺负？就是因为那都跟长相没关系，不是，就一般长得比较凶残的就不会。我小时候长得特别清秀柔弱，后来是整容整成这样的是吗？哥，谁呀？任建国啊，建国，人整容了，韩国做的。你整得跟廖凡似的。我记得我第一次被人欺负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父亲看见我就特别的不高兴，他就问你怎么了，然后我就说因为我今天去学校怎么一回事儿，他就说哦是这样，他就说那好，我带你去解决一下，他就带着我呢就找到了那个小孩的家长。你父亲是带着刀去的吗？没有，带着我去的。带着，因为我长得比较凶残，他带着我去。这是我第一次在我记忆当中被欺负的这么一个。就是家长可以处理这件事儿。是的。所以廖凡，现在你有孩子，你还是会选择让他？我觉得在某一种态度上，我会鼓励他去自己解决，但是一定要有所表示，不管是用什么方式，还是一定要有反击，因为你不反击的话，其实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不利于你去成长。那你觉不觉得告老师是一个不可取的反击方式？告老师主要是倒不是说老师不能够解决问题，并不是这个原因。告老师当然是一种相对温和的一种解决方式，我觉得啊，但是呢。实际上，对于小朋友来说，成人对他的这个教育，我想并不一定他都完全能够接受，他只是被强制的，就是说，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实际上要等他慢慢的去理解这个道理。不需要道理，只需要立场。你选择的立场是打回去，是吗？是的，好了，然后我再告老师。金姐。还打回去吗？我肯定的。我首先2点啊，告老师了以后，他会寻找一个觉得找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来解决这个问题，这观点我不赞同的。2呢，我觉得所有家长也不要认为我孩子交到你学校了，孩子有什么学校老师解决，这也有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啊。老师是培养教育孩子，但是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个人经验，我们家的孩子到目前为止都上中学了，没有一次老师打电话说你们家孩子打仗了。但我们家孩子有没有被打架的经历呢？有。我们家小儿子特别淘气，回来了，我一看，挂花了，衣服撕破了，脸破了。他说同学打架了。我先问，是你先聊闲的吗？是你调戏人家的吗？他说是。我说活该。那你挨打活该。完了你如果说是没有，我说打回去没有？他说打回去了。我说打回去可以了。孩子们有孩子们的解决方法。小孩子打仗的时候啊，我告诉你，每个班都有那个切尔登。明白吧？这2个小男孩打架，所以一个小女孩肯定跑。老师，他们打架了。切尔登，没错，就是轮不到你自己告。对，根本不用你去告老师。而且很多的时候，孩子打得比较挂花了，见血了，把那个父母叫来了，一看一个父母跟那父母猛着道歉，那个父母猛着赔礼道歉说，那2个孩子在操场又玩起来了。所以说让孩子们解决好了。有一次我带超市去买东西，我在这边挑东西呢，我儿子在超市突然拿了个儿童的小推车，这时候上来一个比他大1、2岁吧，我儿子6岁，那可能7、8岁，这是我的车，梆就给我儿子一巴掌，我眼看着儿子挨了一个耳光，我在旁边一看，这东北娘们差点把东西一摔，嗷就上去了，你敢打我儿子？我正要扔东西的时候呢，我儿子捂着脸回来了，我就叉着腰，我说儿子，
他打你了，给我打回去。我儿子说的不，那个时候那个孩子的家长说的，你怎么打人家？怎么那个吧？我儿子说了一句话，一下让我特兴奋、特震惊。他说什么？他打我是他妈没教育好他，我要打他的话，我们俩就一样了。警察叔叔会把我们都带走的。哇！我跟你讲，你儿子太会拍马屁了。没有，我平时在和平的时候，我给他说的一些话，在他身上起作用。我心里有点不甘，毕竟看自己的儿子挨了一巴掌，但是我心里特别高兴。面对这个问题，他有他这种理性和理念，一个6岁的孩子能解决。好了，我不担心了。这是我的经验之谈，我还坚持在我这个角度上。如果是我的孩子犯错了，你挨打，你活该。你凭什么逗人家？所以这样。金星姐真的是用生动的故事告诉我们，她的主意是经常变的，啊，就是这个立场是变来变去，这个完全看心情啊。那我们听听蔡团长的吧，蔡团长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啊。听完金星老师之后，常常觉得好像他已经帮我拉到票了的感觉。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看武侠小说啊？因为武侠小说很简单，它是一个靠力量解决问题的地方，谁的武功厉害谁就赢嘛。降龙18掌打败了桃花岛的掌法，降龙18掌就赢啊，这有什么好商量的？所以武侠小说特别让我们读者感觉到，心平气和、干净，就是原则很简单，很好 follow 啊。那我们中国人活在武侠世界当中吗？没有吧？你在电影院排队的时候，有人插队，郭靖会出来赏他一个降龙18掌吗？不会啊。有人在地铁上大小便，黄蓉会出来拿打狗棒法打他吗？也不会啊。我们陶醉在武侠小说世界里面，因为它不会发生在我们的真实世界当中，它是我们逃避的地方。我们相信力量，就是因为它虽然单纯而美好，可是它不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面。我今天参加奇葩说会第一次的要开马东一个玩笑呢，我开过你很多玩笑，可是今天要开的玩笑是关于你询问问题的方法，就是马东一开始就问了这些大人，说你觉得小孩打架了要不要打回去？他不是问小孩自己，他问大人哎，这里每个发言的人都是大人，包括你们按钮的100个人都是大人哎，所以大人是什么？大人就是老师的世界喽。你们都经过文明的洗礼，你们都知道遵循法治的优点，所以你们根据这个判断，你们根据种种教育的原则，然后你们决定告诉小孩、告诉老师或者打回去，那都是大人讲的观点。所以马东老师一询问了大人的观点之后，再来问这一队的人，而这一队人说小孩有小孩的世界啊，我们大人不要掺和啊，这些大人就在里面掺和着，是大人的价值观在鼓励小孩子，你应该打回去，你要有反击的力量。当博邦尼在小孩的时候，他可想不出这些道理来，他活在一片混沌之中嘛，因为我们是小孩子，我们怎么想得清楚呢？我们看哈利波特的时候，哈利波特本人没有被班上的坏同学欺负嘛，欺负死了，他没有爸爸妈妈，血统被质疑，所以老师要保卫他那个好的几个知己，他要跟坏同学起争执。我们这些读哈利波特的人，难道不希望邓布利多校长出来魔棒一挥就把这些坏同学统统给治了吗？我们希望，可是校长有校长的智慧，所以邓布利多校长呢，有时候管，有时候偷管，有时候不管，有时候送你一把宝剑，有时候派一个幽灵，反正就是做各种事情，他就是不出面来替你处罚，他要小孩子自己锻炼。可是老师是昏庸的吗？老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吗？老师知道。哈利波特里面的魔法学校被我们当成是最可爱的学校之一，里面有坏学生，有好学生，有坏老师，有好老师。所以我们其实对老师、对好的教育是充满期待的。我们不能因为真实世界的教育制度没有用，结果我们就把它打到谷底，说这是一个不可信的制度。我要特别提醒的是，潇潇如果私下跟我们做朋友，我们会是好朋友。他是一个坦率可爱的人。可是潇潇刚刚讲了一件我非常害怕的事情，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打那个告老师的人，他设立了一个黑帮的规矩。如果他跟他班上的同学，大伙儿都一起号召说，谁告老师谁就是王八蛋，我们就打他个死。这个价值观散播出来，最后会变成什么东西？就是我非常恐惧的，叫做私刑，叫做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的霸凌。你知道我们这些公众，我们在座这4个人，我们在微博上不会被少骂的。有多少人喜欢我们，就有多少人讨厌我们。讨厌我们的人会用多少方式在我们的留言板上面羞辱我们，用最脏的话骂我们。
上网的人可能是个13岁的小孩子，他懂什么？他用最肮脏的话说，他不知道那个对我们的伤害有多深。可是我们会忍住，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把他的名字亮出来，让他被逼迫他的账户关掉，让我们的粉丝全部到他上面去，把他的版页给刷了，然后让他活不下去。我们不会干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是大人，我们知道你号召大家一起来欺负一个人，不管这个人做了多么不对的事情，这就是私刑。所以法律是一个底线，它保障了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各自的价值观而约好了我们大家一起来欺负某一种人。所以，如果我今天敢站在告老师的这边，不是因为我认同告状这个行为，可是因为我恐惧私刑这个行为。所以我同意刚才廖凡所说的，培养还击的力量，可是也要培养还击的智慧。我们要相信大人的教育，然后在这个教育当中，我们今天教了几件事情，我们相信反击是必要的，我们相信反击的力量，可是我们要相信反击的智慧。而这个智慧当中，如果有理性的、和平的解决的方案，我们就不需要用还手的方法来打回去。好，谢谢。我真的要热烈鼓掌，因为关于这个话题，我跟康永哥在化妆间其实聊过，我说你真的要选这边吗？他说我没办法，被选这边了。然后居然一个被选这边的人还能这么这什么从哈利波特到到降龙十八掌，能找出这么多角度来啊，厉害！我们谢谢康永哥。那你们会被康永哥款款深情的这番话所打动吗？你们那么多选择了打回去的人，有多少人会听了他的话而做出另外的选择呢？请你们最后按键选择你们的立场。其实我的解决方法比你们所有的人可能都要更好一点。我觉得我会给我的孩子包里面放一杯喝了才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有什么可打的嘛，对不对？或者我就开着我自己狂拽炫酷炸天的东风标致308S 送他去，会赢得一致的尊重。当然，终极解决办法就是让他吃 豆。为什么？因为吃了豆能变豆。在学校只有一种人不会挨打，就是豆。涨价！这光是花式广告被弄成这样，你们还不涨价，真的？好吧，来我们看一看最后的结果啊！来看看，反方获得36票，反方胜。我们把自己的虚荣当成了孩子的光荣。老师可以用多元的方法解决问题。你们告诉我们打回去，因为你们不想长大。正方3个人啊，其实这个预料当中，整这3个人太有意思了。康永哥一直在说，这个反方是特别难说的一个角度，但是正方难守。你上来积累了那么大的那什么，被人家一冲回来的时候，确实是难守。我们提倡反方，但我们坚守正方。我们不在意正方和反方，只要他们3个被整，反方是理想化，反方比较理想，但正方是现实。我觉得你们可以开一个戏剧，就是他们2个思达跟潇潇是学生，然后甜甜是老师。我想看这个班怎么上课。你知道，你这个剧的名字就叫《监狱风云》。来吧，我们现在要请3位老师在3个获胜者里面，是挑出一个这个时候你心里面最想同情的。对他们真的是胜之不武，虽然今天赢了，但是好像赢得窝窝囊囊的。对，就是在这个3个窝窝囊囊的人里面挑出一个，还有让我们残存对他一点怜悯的人，有一股黑气盘旋在那边，对，这个衰透了的一个群体，真的是。好，来这个康永哥为什么是这个人？这还要拉。他今天讲了一个致命点，我觉得让他的对手非常难逃过他笼罩的范围，所以我想要给他。他还是蛮优秀的。对，金姐为什么是他？我们特希望他强大，但同时也特别同情他的位置。好的，那廖凡为什么是他？
因为我觉得他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谢谢廖凡，维持了我们现场残存的理智啊，居然还用思路清晰来表扬的这个选手啊，命中注定，命中注定。我跟你讲啊，来获得这个本场这个由古力多燕麦牛奶提供的抗饿基金的是，请亮题码。微博关注